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5季第7集。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漠，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骏马行走其中，他就是春田镇小学校长史金娜。作为称职的学校秩序保卫者，他的枪口对准一切调皮捣蛋的行为，甚至连校监都只能是他胯下的坐骑。当然，这一切不过是史金娜的梦罢了。校监叫醒了这个胡言乱语的人，告诉他该上去发言了。校长说，学校要举办一次超价的考察旅行，这次不是参观贴纸厂一类的无聊活动，而是让孩子们能够亲身体验核动力攻击艇。那震撼人心的宣传片把孩子们都看呆了，他们起立欢呼，无不充满期待和兴奋。不料这时，校长迎头泼下了一盆冷水。他说，因为核潜艇的空间有限，只有表现好的学生能够参加。小新听到这话，不安地皱紧了眉头。校长又继续说，以前的表现既往不咎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由他说了算。说着，他就拿出了用来裁决的红笔，恶作剧大声喧哗，吹流氓哨都将被取消资格，一旦被除名就没机会了。小新吞了一口唾沫，撤走了校长头上的马蜂窝。吃饭的时候，小新拿面包比作潜艇，不停地下潜上升。看他这么兴奋，辛妈却很是忧心，你先别想潜水艇了，还是想想失落的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吧。冰淇淋三明治。小新很奇怪妈妈干嘛问这个，辛爸为他解答了疑惑，我们都觉得你老实不了几天。得知大家都是这么想自己的，小新十分生气。辛爸让儿子别抱太大希望，说就凭着他以前的黑历史，校长也不会让他去的。小新不相信，他说校长说过会既往不咎，这意味着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好。此话一出，逗得父女俩哈哈大笑。只有辛妈给予了儿子信心，这是你逆袭的机会，我相信你。小新很感动，为表现自己的决心，他决定先从洗碗开始，然后就是一阵叮叮咚咚，乒乒乓乓。小新是真心悔过了，他将所有的恶作剧道具都扔进了垃圾桶。所谓眼不见心就进，他还把所有的放屁垫埋在了后院。只见辛爸在庭院每走一步就会发出尴尬的声音，这真是让他有点寸步难行。史金娜现在是威风极了，一手执笔，一手拿名册，所到之处无不令孩子们闻风丧胆，改邪归正。有个小朋友见到他有些惊骇，口香糖掉在了地板上，然后就成了红笔的第一个受害者。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非法投掷肉球，取消资格；嘴碰到饮水台了，取消资格。这时小新说话了，赞美校长秉公执法，他很是受用，问小新洗膝盖了吗？似乎早就料到，小新将腿亮出来给校长看，见没有抓到错处，校长也不气恼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小新坚持不了多久。这时辛小妹说话了，她说自己反对这种权力的滥用，所以请求校长将自己踢出名单。还有这种要求，校长没有犹豫就划掉了。坐在校车上，小新浑身不自在，都已经5天没恶作剧了，就连试卷上都是诡异的 A+。刚说完，校车就出问题了，小新立刻紧张了起来，他害怕迟到被取消资格，于是从后门一跃而下，接着又越过了一系列的障碍物，最终好不容易打来的出租车却被眼镜仔抢先上去了。就在他努力去追时，校车从身旁驶过，奥拓很得意地说车修好了，可他并没有停下来等待小新。好在他还是在铃声响起之前进了教学楼，但由于在学校地板上留下了脚印，小新还是被校长取消了资格，总算将这小子处决了。校长高兴的大口吃起了酸奶。这天校长又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，他们总是闹矛盾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挂断电话后，校长恶狠狠地说，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，难道他还听见了？校长有些不安地接起了电话，没想到是总统打来的，对方说自己是奥巴马，想跟他聊聊潜水艇，他要求辛普森必须得去。当然这一切不过是小新在搞鬼，这出神入化的剪辑拼接技术，鬼畜区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。校长听到总统发话了，只得满口答应。不料此时一只鸟儿落在了键盘上，用鸟喙咔咔一顿乱敲，然后校长就发现了窗外的小新。校长给小新的惩罚就是洗车，他洗得很干净，校长也很满意。但是当小新请求上潜水艇时，还是被校长遗留在了岸边。这可怜的小家伙眼睁睁地看着潜水艇没入海中，从白天一直等到傍晚，天色又暗了一些。辛巴开车来到了码头，得知校长最终还是没让小新上潜艇，他安慰儿子，那里肯定也没那么好玩。然而另一边，眼镜仔正在发射鱼雷，一座建筑轰然倒塌。小新对爸爸说，自己从未对他抱有过什么期待，但这一次他的心情真的很糟糕，希望爸爸能出个主意。看着儿子那委屈的小眼神，辛巴下定了决心，他要帮小新报复史金娜。他询问小新，史金娜有什么弱点？小新回答道，那可就太多了，什么都是弱点。又是一天清晨，史金娜从梦中醒来，然而当她去厨房喝热可可的时候，
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妈妈满身是血的趴在地上，背上还插着一把刀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房间里响起了突兀的敲门声。他模仿着妈妈的语气，说要出去散几个月的步，然后将刀扔进洗碗机，再用地毯盖住妈妈的尸体，才匆匆的将门打开。来找他的是辛家父子，一开门，小新就径直走了进来。他谴责史金娜，说自己都照他的话做了，为什么还要在背后捅刀子？这时辛爸说话了，虽然我知道你是个怪胎，但为什么会把地毯揍到出血？小新揭开地毯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史金娜向父子俩坦白，他的母亲已经死了，但他依旧不敢确定是自己杀了他。辛爸一脸轻松，表示镇里的警察会查出真相。史金娜陷入了幻想，警长将绳子挂在了他的脖子上，表示自己可以继续调查，但太麻烦了。市长觉得警方有些专制，然后也被吊死了。辛爸的话打断了他的幻想，你上楼去，关上门，将一切交给我。见史金娜照办后，父子俩才开始哈哈大笑。只见躺在地上的校长妈妈也笑了，还朝他们眨了眨眼。他从背后扯出了那个鲜红的果冻枕头，递给辛爸。作为一个没得感情的吃货，辛爸抱起来就是一顿猛吸。史金娜穿戴整齐下楼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她环顾四周都没有找到妈妈的尸体，就问了坐在椅子上的小新。小新说他们已经帮他处理好了。然后就是拿着电锯出现的辛爸，他说已经分尸完毕了。史金娜有些无奈，怎么不先问问我？辛爸粗鲁地打断了他，你杀人，我灭迹，不是说好的？他还有一件事要问史金娜，你母亲的头还要不要？如果想要，欢迎随时来我家冰箱取，只留1周，因为下周要装冰淇淋。可怜的史金娜还在震惊之中，只觉得这要是电影，老妈肯定不让自己看。辛爸没有给他思考人生的时间，告诉他现在应该开启新的生活，被人追捕，到处流窜，寻找杀害母亲的凶手。一天，史金娜正在吃饭，辛家父子又找到了他，说警察要来了，他们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和去华瑞兹的车票。史金娜看了看照片上的那人，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这也太不像了。小新安慰他，只是现在不像罢了。父子俩将他和土豆装在了一起，然后送上了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。车走后，小新十分感动爸爸这次这么帮自己。辛爸说，或许某天自己假死，还需要他来帮助呢。小新表示义不容辞。原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，然而当父子俩回到家中时，先看到史金娜端坐在自家沙发上。他说自己不能逃避惩罚，表示已经接受了杀害母亲的事实。他回想起自己这一辈子都活在他的轻视中，或许在内心深处，他确实为母亲的死而开心。这时辛妈走了出来，这件事情已经够离谱了。紧接着校长妈妈也走了出来，史金娜惊呆了，妈，你还活着呢！对着儿子，老太太说出了真相，是这对父子俩拜托自己用假死来惩罚他。他还说，当听到他说自己死了，他高兴，当即决定变本加厉的处罚他。史金娜颇为无奈，这难道还不够狠吗？当然不够。他妈妈说自己已经停止了那些让他和颜悦色的药。随着史金娜冒充的那个人进入了校长妈妈的魔窟，史金娜的故事也就接近尾声了。下面来讲讲支线剧情。一天，辛小妹骑自行车出门了，不多久她就撞见了人们在搬阿壳家的东西。辛小妹来到阿壳的身边问他，你是破产了吗？阿壳一脸悲伤，是啊，赌博的运气差了点。闻此，辛小妹向他建议，你可以把你节目的版权卖到国外呀，就像海绵宝宝一样。观看了视频之后，阿壳觉得还不错，可还是不明白辛小妹的意思。辛小妹再仔细的解释了一遍，你可以用外国演员制作你节目的外国版。阿壳思索了一下，决定试一试。很快，世界各地的阿壳都来了，节目负责人给他们每人配发了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一瓶永久绿色染发剂和一个红鼻子。之后，小丑阿壳来到了现场，他表明了自己对外国版节目的态度，只要钱到位，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表演阿壳秀。把他所说的钱都加起来，一共是他们节目收入的75%。条件谈好之后不久，各个国家的阿壳秀都搬上了荧幕。阿壳和辛小妹看了一期牙买加的，无论是那个阿壳还是后面的痒痒和抓抓，都让阿壳很是满意。负责人也很高兴，说阿壳现在已经火遍全球了。接着他放了中国阿壳、爱尔兰阿壳，爱尔兰的那个神色哀伤，表情忧郁，看得阿壳和辛小妹都惊呆了。这货是小丑吗？这合理吗？不过阿壳还是很感谢辛小妹，还说为了表示感谢，下次为军队表演的时候会带上她。这天，阿壳抽着烟来到了办公室，节目负责人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那就是所有外国的阿壳都比他红，尤其是爱尔兰那个都进百老汇了。在一段节目中，他说从来都没有猴子，我只是编故事让自己忘记费劳的事。听到观众都为他鼓掌，
阿珂很是不解，这一点都不会让人发笑啊。负责人认为阿珂到现在也没弄清楚状况，他现在是世界上最没知名度的阿珂。阿珂恼羞成怒，不敢相信，又看了下一段。爱尔兰阿珂，这是你的孩子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圣诞节那天妈妈在口袋里装石头，投海自尽了。阿珂怎么看怎么别扭，这个笑点到底在哪儿？这天，世界各地的阿珂齐聚美国。阿珂说，他知道大家不满意他拿走了75%的利润，还说他们确实考虑过给他们更多，但最后还是决定给他们更好的，那就是自己将会去他们的秀里客串。然后阿珂就被这群人追着砍了，没有表演能力，不去努力进步，却依旧能够吃最好的，用最好的，在家数钱。阿珂仅凭着一个 IP 就夺走了别人的劳动果实。为什么娱乐圈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？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背后吸血吗？认认真真磨练演技的人得不到回报，反而是那些台词都念不好的人赚得盆满钵满。真正好的作品被束之高阁，而那些烂片却可以流芳百世。到最后，还有谁会记得我们对经典的坚持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